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28号星期二，今天出来的特别早，5点多一点点就出来了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，那条路的樱花底下的灯，它应该是只有晚上赏樱的时间开。看这些都是一片一片，这是大万城，只有一小段还开着，我还以为只要天不亮就一直开着。这两天晚上会安排去看一次。昨天是预报的满开的日子，这一周应该都是赏樱的好时间。周末的时候进了一趟大阪城里头，好多游客呀，人山人海。先恭喜各位啊，好多评论区都在说周末的比赛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，或者是首马完赛，都恭喜各位，恭喜各位。这个春天一连串的比赛啊，我看有小伙伴说连续8周都有比赛自己，我觉得您有点拼。要是娱乐的心态没问题，有能力基础就当周末一个长距离的有氧了，也可以。行，一会儿换个视角跟大家聊，看看春天的景色。这条路我平常不跑，这是城内的一条稍微短一点的跑道，因为有比较明显的起伏。他们这儿樱花的品种也是有区别的，有的白一些，有的粉一些，然后有的花朵呢小一些，有的花朵大一些，重叠的那种。
我不太懂啊。那天说完伤病，有好多小伙伴有评论，我想围绕这个再跟大家聊两句。就是首先练习肌肉重量训练对马拉松长跑的受伤的环节有没有帮助？是有帮助的，肯定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呢，积累跑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，因为力量训练的帮助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受伤不舒服或者引起受伤的原因，都是小关节、小肌肉群或者是韧带强度不够，或者不适应那个强度的训练。我看有小伙伴说梨状肌综合症，对吧？这些地方都不是靠大重量的训练就能直接提升的。大重量的训练是能提升，比方说大肌肉群、臀部、大腿、小腿这种。比方说你提升了臀部肌肉的力量，可能会对髂胫束有帮助。像我认为的力量训练，反而核心力量要比负重的腿部的训练更关键一些。我做力量训练，做腿部也做，但是就仅限于轻负重的硬拉和提踵，像深蹲这种我不怎么做。另外就是黑指甲，或者说长时间的长跑，脚呢有很多损伤，这个没办法，平常注意保养。黑指甲这个事儿啊，100%就是因为鞋小了，或者是总跑下坡顶的，或者是同一双鞋你系带系特紧，跑时间特长的那种。我有过2次，一次呢是因为脚底下磨出水泡了，改变了姿势，就老顶那个脚指甲，左脚的食指和中指黑指甲了。还有一次就是2020年的无锡马拉松，那天是鞋带系紧了，而且跑得比较拼。第2次比较轻，没有2天就好了。第1次很严重，就黑指甲啊，如果你觉得真的很严重了的话，建议去门诊、医院、外科，让他给你弄一下。怎么弄呢？就给你在指甲那扎一下，把里边的那淤血放出来，要不然且好不了呢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呢？虽然我没去过，但是我第1次那很严重的黑指甲的时候，当时那个脚趾都就是特别疼，然后呢2个多礼拜都没好。但是它快好的时候，它后边不是有指甲把前面那个死掉的指甲往前顶吗？然后我无意中那么一抠，然后抠破了一个小缝，就是指甲缝那，然后就往那一挤出来了好多这个黑的血，大概得有一个瓶盖，小瓶盖，然后马上第2天、第3天马上就好了。所以特严重的话就去医院，这种就门诊，他给你消毒做的还好。至于怎么避免这个就不好说了，这就是既来之则安之，不可能避免。像膝盖酸疼或者是足弓疼这种您相信我，你跑几年以后就不疼了。包括我看有小伙伴说脚腕疼，大多数都会集中在脚一开始的疼痛，足弓啊、脚踝啊，还有前掌着地的那儿，这些我都经历过。因为我也不属于那种高的足弓人群，就是偏东亚，足弓比较低。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还是我那观点，对于普通的运动员、爱好者，
就像上一期我拍脑袋说的那个成绩，全程马拉松2小时30以外的人，大家都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差很多。你的成绩就体现在你的训练和备赛上。至于这段时间的比赛，我觉得小伙伴们真的千万别像那位大哥一样练着好几周，每周一场，我觉得不行的吧。这2周跑过马拉松的，尤其是首马的，应该都有体会，就感觉你至少要2周身体才能恢复过来。你可能2、3天就觉得没事儿了，但是其实是有事儿的，对不对？但你这种疲劳比赛，虽然说你不追求成绩，但是有受伤的风险。而且我觉得就像那天我说伤病说恢复，它是一个大趋势，是往好的走的才行。也就是说，你带伤训练的时候，你损耗的它一定不能比它恢复的多，那样不就越来越坏了吗？这不成熟的小建议啊。当然，您要是每周一个半马比赛，我觉得没事儿。半马比赛基本上，总说为什么说半马不是马呢？虽然这个有点不好听，让觉得只能跑半马的小伙伴听起来，但是它确实跟马拉松是2种运动。半程马拉松是一个速度运动，全程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，不一样。半程马拉松跑完了，就算你竭尽全力，基本上3、4天也就差不多了。3月28号星期二清晨7点14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是我这4个训练日的第1个训练日，跑了27公里，2小时06，平均配速4分42，平均心率140，步频197，功率217。今天是先慢后快啊。从20公里的时候才开始略微加速，20公里之前基本都在430以外，一开始那几公里都在，甚至在450以外。20公里之后慢慢加到420、410、414几，也就这样了。本来是想跑30的，但是现在已经28号了，还有半个月就又要比赛了，所以就没跑30。行，今天早上起来去河边探了一下路，早上起来没有那个灯，还是有些遗憾。跟大家伙聊聊力量训练这块，可以总结一下，就是核心力量对于跑者是第一关键的，在力量里，之后才是腿部力量，因为腿部力量是可以通过跑步来获得的，而核心力量如果单纯通过跑步获得，效率会特别低。腿部力量呢，你能够通过重量训练获得的，可能大多数是大肌肉群。大肌肉群其实，尤其男性啊，女性可能需要额外的辅助训练。男性大部分时候大肌肉群问题不太大，可能只有臀部肌肉会，如果您是很大年龄才开始训练，可能臀部肌肉需要有一些训练。像大腿呀、小腿呀，你觉得小腿疼或者大腿疼或者抽筋儿，其实不是肌肉力量不够，是你的肌肉还不适应这个长时间的做工而已。它并不是说强度不够或者怎么样，这些都是小关节韧带的事情，通过多跑去获得。所以如果你志在马拉松，就是马拉松的话，那其实我觉得不需要额外的太多的负重的大肌肉训练，而是多做一些，比方说轻负重的体踵啊，或者是像单腿硬拉这种，更多的做核心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昨天做饭，崩了一下油，把这儿给烫了，然后把这儿给烫了以后呢，本来没破，昨天晚上睡着了，痒痒一挠，哎呦，破了皮了，贴一创可贴，行吧。那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段时间是比赛爆发的一段时间，如果您有那种就是我目标要冲成绩的比赛，那提前给您多加油，每期都给您加油。未来的比赛可能是一个副中心的全马，一个北京的半马，这2场可能相对比较厉害。
这2场回头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经验，尤其是北京的半马，我跑过很多场。那就这么着，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